我还没当院长呢，就想篡位啊？你把门关上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快点。怎么了？离婚了？我没心情跟你开玩笑，大事儿。说。昨天晚上孟主任给我打电话，说他们科的医生举报陈辉的论文有抄袭的嫌疑。不是他们找陈辉过去会诊的吗？他们怎么还来事儿了？但我比对了，确实有大量雷同的内容。没事儿啊，我给他打个电话。哎，老刘，没事儿。老刘，你干嘛这么焦虑啊？谁没当过学生啊？你千万不能这么说啊，绝对不能这么说。你论文全是自己写的？对啊，我就是一个字儿一个字儿自己写的。哟，我对您肃然起敬了。行了，别开玩笑了，这事儿真的很严重。你光搞专业了，专业以外的事儿你压根儿就不在乎。但你现在是个领导，你得重视起来。行，你别焦虑，我重视起来啊！我马上去找孟小光，我让他闭嘴。闭嘴！哎呀，主任，又怎么了呀？估摸着你就是这么个态度，会替陈辉遮着，但是现在遮不住了。怎么了？骨科那边已经传开了，这消息还捂得住吗？就咱医院这情况，全是麻烦，从他一来全是麻烦。这他妈孟小刚活该蹬一辈子自行车。怎么呢？我要知道我还来找你。先开会吧。来开会吧。来开会啊！速度！怎么事儿呢？不好意思打扰了。刘主任，我们现在有点事情，想找陈辉医生了解一下情况。陈辉，配合一下。那我们先走了。怎么了？别问了，开会吧。你们先开，我少给他。怎么了？不知道。刘主任，陈辉出了点事儿啊。这个论文我还没细看，说是引用的重要数据全部重合。主要是丁教授他们过一段时间过来帮咱们出台手术，非得在这个节骨眼儿给我捅这么个篓子。这事儿闹得可不小啊。主要这小子点儿正，赶上严打了。怎么办？看，要不然就查吧。万一实锤就按规矩来，您可千万别出面硬保啊！好多人就等着咱们出错了。我先上台了。陈辉怎么办？
这么多年，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您问我怎么办呢。您可真是老了，该退就退了吧，别老替别人扛着了。就一个字儿都没写呢。喝点水。陈辉，你得写呀，你写的越清楚越详细，这对你自己才越有利啊。陈辉医生舞弊。 怎么可能？这不可能！白真好，白医生，到时候都在传。别问，问也不能告诉你。你听到什么？我听我那帮姐妹说啊，骨科那边有内部消息。血压也正常，咳嗽吗？咳嗽好多了好多了。啊，也有精神。来，我使劲握的手，使劲儿。你有没有什么话想单独对我说的？保持沉默是你的权利，但它并不能证明你是清白的。陈辉，我真想帮你，但他证据摆在这儿了。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心里也有委屈，会坚持到底。但你这样什么话都不说，最后的结果无非就是相信你的人也跟着一起难受。这是你想看到的局面吗？我没抄袭。那你好好休息，来，我先走了。这回怎么了？他出事儿了，出什么事儿？你说他老抄袭，这都什么时候的事儿？这至于吗？你现在怎么办呀？他在哪儿呢？不知道。哦，可能在院办呢。早上拎他就是这事儿，估计现在还没放出来呢。那你是怎么知道的呀？王老师告诉我的，让我别乱传。但是我觉得全院的人都知道这事儿了。那为什么没人告诉我呀？因为你跟他走得近，怕你告诉他呗。那这怎么可能呢？陈辉怎么可能抄别人论文？别人不抄他的就不错了。就是说呀，他们怎么想？哎，难道是因为这事儿，陈辉才不愿意帮丁元璋打下手？我也这么觉得。我觉得这事根本就没有这么简单。王医生，王老师，陈辉医生保不住了。这么严重吗？论文的事儿，社会上沸沸扬扬的，陈辉医生这是往枪口上撞。不过也挺好的，谁去谁留，没有悬念了。
中枪。陈辉，你是不是有情绪啊？没有情绪。没情绪，让你写材料，你一个字儿不写。写什么？写材料。那个陈辉，那个论文是你写的吗？我自己写的。是你一个人写的？我自己写的。写了多久142天，在什么情况下写的？是我自己写的。陈辉医生，你别在这装傻充愣啊！江院士问你在什么情况，因为什么原因写的这篇论文？因为我自己想写。你不要在这避重就轻，你说干货。陈辉，那么换个问法啊，就是你在创作这篇论文的时候，有没有借鉴别人的东西，或者说是你独立完成的？我自己写的。完全没有人帮助过你？我自己写的。我问你有还是没有？是我自己写的。看看这个，这个是你的导师丁冰章教授的论文，比你早3个月就已经发表在《柳叶刀》上了。无论是研究方向、研究手段、切入点，到成果、到数据，无论是论文的内容还是格式，几乎和你的论文都一模一样。你怎么解释？没解释。陈辉医生，我就问你一个事儿：这篇论文是不是你在丁明章教授实验室做实习生期间写的？是。那就对了。2位领导，我查了时间表，陈辉医生所谓独立完成这篇论文的时间，恰好就是他在丁明章教授实验室做实习医生的时间，时间完全吻合。而当时，丁教授就是他的导师。好巧不巧的是，丁教授也在做同样的课题研究。陈辉医生这篇论文的课题来自于丁明章教授的课题，所有的数据也都是从丁明章教授实验室获得的。这一切都是在丁明章教授亲手指导下完成的。我说的对吗，陈辉医生？可是现在呢，陈辉自己发表论文，自己署名是一作，他对丁明章只字不提，对丁明章实验室只字不提，对丁明章团队只字不提。这就不单单是道德问题了啊！
这就是抄袭。那先别着急下结论了。我每天都是提心吊胆，就怕出事儿，结果还给整出这么一出来。啊！过2天，丁明章教授来咱们医院了，协助骨科、外科做手术，你让我怎么跟人家解释？现在我更关心陈辉医生他到底有没有解释。陈辉，我不会参与手术，这不是你想与不想的问题。这样，你先到外面，大门口啊。来，大门口等我。搁这儿站着。张科长，你们可以正式展开调查了。不是潘源，这事儿已经很清楚了，这还需要查什么呢？当然要查，这是必要的程序啊。你干嘛？你要未审先判呢？不是，潘源，我跟您保证，我们医务科一定会把这事情查得清清楚楚。那法律上还讲究疑罪从无呢。哎，潘源，按规定，陈辉应该先停职。没这个必要吧？那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，他有权利继续工作的，这也是对人的最基本尊重。但是潘院长，现在陈辉的情绪并不是特别稳定，那有可能会对患者造成伤害啊。还是让他在外科待着吧，能干点什么干点什么。可以暂时收回处方权，这样就不怕有危害了。教院，您觉着呢？查清楚。这潘院长呢是菩萨心肠，哈，你也少惹点麻烦吧，哈。我就想问你一句，你抄袭了没有？到底有没有？我自己写的。我要的就是这句话。去上班吧，去。于洋的手术方案我都看过了，做的很有创意。里面的细节部分还是找各科的主任们再碰一下。
这个是你给孟主任送过去，还是我替你跑一趟？我不想去。行，我去。我理解你的心情，但我建议你最好还是要学会面对。论文的事儿我不想评价，但这个是你的治疗方案，最好还是你跟孟主任阐述。陈慧，我们是医生，这是我们的本分。好。陈辉医生，孟主任，你怎么来了？手术方案啊，是，谁的手术方案？于洋的手术方案。这个院里不是让你不要参与于洋的案子了吗？我写了手术方案，但手术我不参加。哦，我一直觉得你很想参与，是吧？丁教授参与，我就不参与。哦，这样啊。陈辉医生，是这样的啊。于洋的案子呢，我已经决定请丁明章教授和他的团队来参与了。涉及到你和丁教授共同研究的课题，这事儿呢比较敏感，我建议你还是回避一下。具体的治疗方案呢，还是等丁教授来了再说啊。好吧。手术方案，我自己写的。分成这个囊肿、息肉、结石里边都有，这个药多了自己上就留不住了。术前检查没什么问题的话，咱们就手术吧。没问题。你干嘛去？手术是做手术吗？是啊。你怎么不跟他说呀？你说。我说不合适。我说不出口。你。你说，快说。郑薇，这台手术你不能上。为什么？你们俩先进去准备，快点。在你论文抄袭这个事儿调查期间，你不能上手术台，不能查房，不能接触任何病人。谁说的？这不重要。那我作为一名医生，还能做什么？我想想，你也想想。
恢复的怎么样？挺好的。下午再来看你啊，王叔。好的。陈医生，我们出去说。多喝水。我看看我的病人。陈医生，你这样做我们很为难的，医院会处分我们的。朱医生，陈医生他只是想……医院也有医院的规定，你不要为难我们。陈医生交给你了，我们走了。走。陈医生，那个护士长刚刚跟我们说，不让您进病房。哦。今儿这形势肯定是大局已定，你冷静啊，悠着点，听见没？看。潘院长、江副院长，各位同事，关于外科住院医生陈辉论文抄袭事件的处理决定，我们今天过会。丁教授是当事人，他表态了吗？哦，是这样的，我跟丁教授通过电话，并且经过他的同意，对我们通话内容进行录音。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：陈辉确实在他的实验室工作过2年。但是中途由于各种原因，他最终还是离开了实验室。丁教授还说，他对于陈辉发表的论文不做评论，对于陈辉本人也不做评论。我也和丁教授联系了，他表态不会影响到和我们骨科的合作。丁教授是否要求这台手术，陈辉医生必须回避？确实是这样要求的。那我们就抓紧时间啊，讨论一下陈辉医生的处理问题的决定。那是陈辉医生吗？你现在状态好点了吗？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陈辉医生，我们这边有病人在休息，不可以进，不好意思。哎，陈辉，你怎么到我们这儿来了？有什么我可以协助你们的吗？我们这人已经够了，要不你到急诊那儿去看看。哦。按照相关规定，应该开除他。这件事啊，确实要表示出我们的态度。人家表现出了高风亮节的君子之风，我们也要表现出我们捍卫学术清朗的决心。其实咱们目前可以确定的就是陈辉医生在丁教授的实验室工作过，然后他们2个人的论文有大量的内容重叠。那就凭这些事实，我不认为我们就可以断定陈辉医生抄袭。那听您这意思，好像是丁教授抄袭了陈辉的论文。我可没那么说，我的意思是，我们还缺关键的证据，可能像是丁教授的举报信，或者陈辉自己的承认。曹主任，只要是这个学生跟着导师做项目，这个项目他就是导师的。可能有的导师比较慷慨，愿意把这个一作让给自己的学生，但起码要给导师上个通讯作者吧。可是咱陈辉呢，一样都没做。那就投票吧，大家都很忙，是举手表决还是无记名投票？
还是举手吧。同意开除陈辉的，请举手。孟主任，你是弃权还是反对啊？这事儿可是从你们骨科报过来的。14票。马主任。一奉医德必须捍卫，我同意。说得好，刘主任呢？陈辉是我们外科的人，我能多说几句吗？其实我一直都不怎么喜欢陈辉。既不会说话，也不会办事儿，但他是一个有天分的青年医生。我觉得他热爱医学。抄袭这事儿吧，据我对他浅显的了解，我觉得不太像他干的事儿。退一万步讲，即便是这样。即便是这样，咱们给出的处理是不是稍微重了一些？我们的政策不一直是惩前毖后、治病救人吗？我希望能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，哪怕是去刷试管，去传达室看门。实在不行，去太平间做做杂工。最起码人家留在自己心爱的行业里边，咱别把人工作给撸没了呀。我反对。刘主任，这个从轻发落呀，首先也得坦白从宽吧。可是现在陈辉什么态度啊？这死扛到底呀！现在是15票赞成，1票反对。潘院长，您的意思呢？当然了，您是有1票否决权的。我一直想打造一所由全体医务人员共同管理的现代医疗机构，我不会轻易使用这1票否决权。我尊重大家的选择，而我保留个人意见。我弃权。那就通过，开除陈辉。小明，你们再具体碰一下处理方式。好的。那就散会吧，大家都挺忙的，啊。
老刘，怎么样？什么情况？完了，那结局不用问了。就这么被开了？不，潘院长有一票否决权，他们没有反对吗？他们具体怎么说的？院办说让陈辉24小时之内办理离职，离开医院。24小时，24小时交接都不够。至于吗？这么大个医院，连个孩子都容不下。你怎么还哭了呀？别哭。你不是一直都正义凛然、大义灭亲吗？陈辉呢？那小子神出鬼没的，不知道在哪儿瞎转悠。去把他找回来。我一直觉得我们年轻那会儿挺难的，一个跟头一个跟头的滚过来。突然觉得，现在的年轻人啊，可能更难。不想说的意思是这里面有隐情，只是不能告诉我们，不是承认的意思。他不可能承认。白医生通知我，院里正式决定开除陈辉。我不认识丁明章教授，但你是什么人，我们心里都清楚。我很愿意相信你。现在是没人，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俩到底发生什么了？你必须说，陈辉。我知道你是个不会撒谎的人。不行。行，那你就在这儿等死。你知道现在全医院，就连保安都在讨论你的事儿。这件事马上就在医疗行业里成为一个新闻。你这么想当一个好医生，你怎么当？我已经想好了，这儿不要我就去别的医院当医生。陈辉，你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大哥，你赶着严打了。你在这个医院社死，这个行业都没你容身的地方，你还想去别的地方？别做梦了你！何头，你别这样，他不懂。你看他现在这个样子。我说过我永远不会说，
我就不能说。我知道你们2个人对我好，谢谢。陈医生，这些东西真的不用擦。好的。陈辉，你还挺会找地儿。主任找你，跟我来。陈辉医生，我相信你，陈辉医生。主任，陈辉到了。陈辉，我问你句话，你抄袭了吗？没有。好，这事儿翻篇儿。坐。我看了陈辉关于于洋的治疗方案，想象大胆。求证严密，虽然最后没被骨科采用，但你是好样的。等一下，刚好有一台肾移植手术，我邀请你参加。今天这件事，谁要是说出去，那就是跟我王凯过不去。行了，你坐下了。谢谢大家。这台手术没有陈辉医生。
哎呦，嘿嘿。陈辉医生，今天这台肾移植手术，你来主导。好的。陈辉加油！加油！手术开始。手术开始。啊，对了，陈辉那边怎么样了？按照程序，明天公示，当天他就应该走。一定处理好啊，千万不要节外生枝，啊！放心吧，我就让丁教授。哎，来了。哎，丁教授你好，欢迎欢迎啊！哎呀，丁教授啊，大老远来了，还让您舟车劳顿。我们骨科的人都是硬骨头，谈不上劳顿的。您看，这是医务科小张，他负责你的接待。你好，你好。坐。如果是不做手术，他的身体其他的各项指标都是没有问题的，只在骨折处做固定处理，没有任何的危险。但想要恢复其他功能，几乎是不可能了。要是接的话呀，骨折的位置在颈部椎管膨大处，有成百上千个神经从中间穿过，贸然处置，有可能就会影响到心跳、呼吸，甚至危及生命。家属也是有这方面的顾虑，所以就决定暂时不做手术了。你们这个3D 技术打印治疗方案啊，是有可能成功的，不尝试一下实在是太可惜了。要不这样，你看好不好？我再去跟家属沟通一下，看看能不能说服他们。保守治疗只能解决他的生存问题，但是他要在床上瘫痪一辈子呀。而你们的这个方案，是能解决他生存质量问题。好啊，好啊。当初家属一直不同意，就是因为我们院没有像您这样的顶级大咖。
我们没有说服力啊。您这一来，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。这么看来，这台手术只是早晚的事儿了啊。这次参与准备手术的是我们骨科、外科还有麻醉科的顶尖精英，希望各位呢能够配合丁教授，我相信咱们一定能够取得这次战役的胜利啊！而且啊，你们这个方案是我看到目前为止最出色的一个方案，是谁出的呀？陈辉。这个方案虽然是陈辉出的啊，但这个人很快就会离开。血液循环恢复得很好，缝合完美，可以关腹了。陈辉，你是个好医生。这可能是你在这里最后一台手术。院里的决定你应该知道了吧？在这儿，就算是送你了。谢谢主任。谢谢大家。
可爱。陈医生，我帮你收拾收拾。谢谢。院长，我开车送你回家。院长，我帮陈医生叫过车了。要不晚上来家吃饭？今后有什么打算？回学校。院长，车到了，我先去放东西。我还是可以给你看病。谢谢。陈医生，那个有事你随时呼我。看上去条件不错呀，啊！是，我们院现在是省里最好的3甲医院。哦，请，陈教授。这间就是院里为您安排的办公室，这段期间您可以在这休息。哦，谢谢啊。听说您有这午休的习惯，院里特意给您安排了这把躺椅。我应该是没什么时间休息了，咱们还是抓紧一起把手术做了。得嘞。潘院，著名的丁明章教授，伟大的潘文斌院长，多少年没见了？10多年了吧？我可是一直关注你一点一滴的成就啊！你不老。
没有老了。你看我，看，你那没摆几根啊？都掉的差不多了，脑子动多了。丁教授，这把躺椅呀，就是潘越特意交代为您安排的。我说呢，谁知道我午休的习惯？大明，你先出去一下。有何赐教呀？你要是来问关于陈辉的事，那就请便；你要是来看看老同学，看看当年睡在你上铺的小兄弟，那咱们找个时间叙叙旧，喝几口。你看，你还是急脾气，没变。你一撅屁股，我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。关于陈辉论文与丁明章论文的异同，经过仔细核对两篇论文，虽然论文在数据引用上采用了同一组数据，但是结论却非常不同。陈辉论文的第3章中提出了实践构想，并对骨骼修复手术中应用的3D 打印生物相容性材料进行了探讨，并且直接推导出来未来手术的3种可能性方案。而丁教授论文通篇都没有涉及实践领域。然后呢？你得出什么结论了？我的结论就是，两篇论文虽然研究方向一致，但是结论和价值完全不一样。这就是为什么陈辉的论文可以发表在 Nature 上，并且引起行业轰动，而丁教授的论文虽然发表了，但是却默默无闻。你尽力了，袁岩。可是现在，仅凭这两篇论文的异同，已经救不了陈辉了。我替陈辉谢谢你。我明白了。潘院长，我能借用一下这个吗？院长，这是我和我同事的电话。关于陈辉的事儿，您有任何需要的，想找我们的，随时给我们打电话。会的。那我先走了。确诊了，缺血性股骨头坏死。那应该怎么治啊？如果老太太没有基础性疾病，那建议手术治疗。手术风险大吗？
手术嘛，当然有风险了，跟你们外科手术一样的。术后也许会出现你比方说肺炎呀、血栓、褥疮，有可能骨关节脱位的。老孟，咱别绕，您就说老太太这个情况适不适合做手术？如果想要根治的话，手术是最佳方案。我建议做单头置换手术，这样呢时间短，创伤性小，恢复快。老太太那么大岁数了，这个决定我觉得还是得由你们来做。说了半天等于白说呀。你是骨科的吧？你是软骨科吧？呵，你瞧你这暴脾气，你这么大事儿我拿主意，那不得让王凯做决定吗？我得好好想一想。啊，那你们先考虑着，好吧？我科里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一步。谢谢孟主任。啊，不客气。我送一下孟主任。单头置换，这老孟特别适合打太极拳，知道吗？哎，老王日子过得这么紧，又出了这么档子事儿，咱们搞个募捐吧。他现在这个情况，还是别大肆宣扬，最后不够再说吧。有人举报，王凯医生经常私自饮用手术室的葡萄糖。你亲眼见过吗？我没见过呀。你确定？我确定啊。别紧张，今天就是问点小问题，知道什么就答什么。王凯是你的代教老师。在咱们医院，你跟他相处的时间算是最长的。你有没有见过他私自饮用手术室的葡萄糖？不应该啊！他是你师傅，你天天跟着他，不会一次都没见过吧？你们不进手术室可能不知道，就是术后缝合之类的工作都是我们年轻人做的。等我们出去的时候，王老师早就走了。陈辉，你见过王凯医生喝医务室的葡萄糖吗？见过。那你见过几次？我入职以来见了王凯医生喝过342瓶葡萄糖。你可不能说谎啊，陈辉，我们是有录像作为证据的。我说的是事实。陈辉不是都被开除了吗？他说这下有什么意义呢？王老师，葡萄糖喝多少钱都从我工资里扣下吗？这不是钱的事儿。我入职以来见了王凯医生喝过342瓶葡萄糖。你怎么说？白主任，全会不会撒谎作为证据的？我说的是事实。怎么说，白主任？342瓶。陈辉说的对啊，他看见王医生喝了342瓶葡萄糖，也就是说王医生做了342台手术，这是陈辉看见的，还有陈辉没看见的。王医生至少挽救了342条生命，喝点葡萄糖怎么了？
也喝过，你不是还给我递过吗？我要是真犯错的话，我一定会接受处罚的。但是现在还是请白主任配合我们调查。手术对外科医生的体力消耗有多大，你知道吗？王莽背靠背连着好几台手术，你知道吗？一天一站就是10几个小时，你知道吗？你们不知道，因为你们不上台。喝点葡萄糖有助于恢复体力精力，这些钱我们科室垫了，怎么了？据我们所知，医院好像并没有这项规定。现在有了，刘真伟主任定的，已经送院办报批了。好，那我们去回院办核实一下。那王凯收患者红包的事儿，你知道吧？我不知道，真不知道，真不知道。不可能，王老师不是这种人。是吗？你也做了1年医生了，应该知道比专业更重要的就是诚实。我最后再严肃地问你一次，你想清楚了吗？王老师没有收过红包。全留记性。没有什么要说的了。你能不能问点有用的？这很有用，对我们医务科有用，对王凯更有用。王医生确实困难，典型的月光族。老二刚生，媳妇儿没有工作，喝个咖啡都要攒好久的优惠券。但是反过来说，他要是收了红包，日子能过得这么紧巴吗？理解，我个人是都理解，但是也希望白主任和外科的同仁们也理解我们医务科，我们也是秉公办事。那今儿就跟老刘一个性格。这外科的就是牛啊！主任下达的目标真难完成，就是，就是那个王凯吧，王凯就是他，你知道那件事儿？知道。刘主任，你放心，医院绝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医生。你2位喝过葡萄糖吗？那玩意儿好喝吗？外科医生在台上一站10几个小时，要不是渴得不行，谁喝那玩意儿？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，那是我们外科自己的福利，我们外科自己出钱，把这处分顶王凯脑袋上，这不诚心恶心我吗？这不还没处分呢吗？它主要的是这个收红包这事儿。刘主任，你的心情我理解，啊，我也是外科出来的，人才必须得爱护。但是你现在也是一级领导了，你能不能设身处地的为我想一想？现在抓的就是怨风怨纪，啊，这种关头有人举报了，我们能不查吗？如果他真收了红包，那肯定是他不对。他受什么处罚我认了。现在有定论吗？没有定论的情况下，弄得满城风雨的，让王凯怎么做人？啊？马上要评副高，这副高怎么评？请问？咱就说，王凯医生这个绩效考核吧，3天2头请假，不是老妈生病，就是媳妇儿生孩子。你他妈证明没老娘没孩子呀？没媳妇儿啊？
按照你的逻辑，在你这医院当大夫就不能娶妻生子，就不能替老娘尽孝了呗？是这意思吗？刘主任，你这话严重了啊！人家张明不是这意思，啊。刘主任，咱们就事论事。近几个月，外科的绩效垫底都是王凯。他发表的论文呢，勉强够呛，核心期刊呢，就写了1篇。就退一万步讲，就算没有人举报他收红包这个事儿，他这种情况评复高，我想大家心里都会不服的。院里其他科室的医生都该说闲话了啊！谁会说闲话？谁会说闲话？王凯来医院多少年了？兢兢业业，不说人家在学术上有什么自己独特的见解吧，为人和善，小心翼翼，就怕得罪人，就怕得罪小人。谁会说他闲话？闲人。我看这医院你最闲吧。刘主任，你要是这么聊的话，不用聊了。哦，对了，刘主任，马上年底了，这外科亏的可是有点多呀。你要谈到这个问题，我就想问问，我们要加的床位您给加了吗？我们要增派的人手您给增加了吗？干活的就这么几个人，还天天挑毛病。我不懂医院是怎么运营的，我们是大夫，我们只会救人，我们不会做买卖。咱们院这么多科室，为什么只有外科是这种情况？难道你不该想想自己吗？不该反思下自己吗？来，我反思啊，这主任你当啊，张明，你别找我。哎，小薇啊，我咋没看见你家兰兰呢？马兰是 ICU 主任，你看见他不麻烦了吗？回头晚点我让他给您请安啊！我这疼你还逗我笑。没事啊，妈，到这儿就放心了啊。这回老实了吧？哎，广场舞跳不了了吧？去。咱弄一普通乒乓就行了，你干嘛弄单间啊？别管了。啊，对，吃出想跟您说两句。喂，妈，我现在天天在家带孩子，我没时间过去看你了，你别怪我。哎呦，不怪，你生孩子我还没帮上忙呢。等着你出院那天，我再带孩子一块过去看看你，到时候我请1天假，咱一块回山东玩玩，好不好？是，好。哎，那个我没事儿，你别惦记着，快去照顾孩子吧。妈，你注意身体哈。哎，再见。你注意身体啊。知道了。有什么事儿啊？你在哪儿呢？我正在陪我妈呢。赶紧滚回来，赶快往上洗。哎呀，好，您歇会儿啊。哎。
我把那毛巾透一下。没事，你去吧。马老师，你们都听说了吗？听说了，整个外科都问了一遍，连我也问了。我以为是问陈辉的事儿呢，结果陈辉在那儿叨叨说看见老王喝了342瓶葡萄糖，都给我整懵了。多少？342瓶。你也不怕喝出糖尿病来？这便宜你也占？我虚，我真的虚。我给院长打电话了，他说是年底例行检查，不用太紧张。院长什么意思啊？反正葡萄糖的事儿我跟他解释清楚了，红包的事儿，如果是真的给人退回去，问题不大。那谁举报的呀？我问了，不愿意说。老王，这屋里也没有别人，交个底儿，你到底说没说？那我儿子王阳大海出生的时候，你们不是都给红包了吗？我收了呀。有患者也给了吗？那都交了都。不是你患者来有的塞红包的时候，他打架一样，就咔衣服都给我扯坏了，都快在那儿。我硬给人家退回去，那怕万一他那个什么，到时候犯病了呢？该交的我都交了，没交的我后来也都是当他们医药费，都交上去了都。那会不会有遗漏啊？行了，反正那个马上要评职称了，别让人抓着什么把柄，自己再好好想想。袁医生，这是您要的资料。谢谢啊。客气。